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日财经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香港成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理性的分析啊，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事件的一些进程啊，那么这些进程是在一个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啊，而不仅仅是被情感操纵啊。我们先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个香港的局势啊，香港的局势。首先第一个，全国人大正在北京举行啊，全国人大会议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提出来一个议程，这个议程就是把国家安全法延伸到香港来啊，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震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动作是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啊，这两个东西中英联合声明也好，香港基本法也好，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一国两制。什么叫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中国不能把它的全国性的法律延伸到香港来啊，那香港实行香港的法律，中国实行中国的法律啊，这就叫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基础就是两边的法律不通啊。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议案实际上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做这个动作，把这个国家安全法变成香港基本法23条的第3个附件，变成它的其中一个附件。那么也就是说，把中国的这个全国性的法律啊跑到香港来实施啊，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国两制就此破产啊，因为没有一国两制了，只有一国一制。因为什么？如果国家安全法可以这么发生的话，那么其他的法律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变成香港的法律，那么一国两制就不存在了。当然，最有杀伤力的法律其实就是国家安全法。为什么？因为国家安全法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把一个在现有中国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法律搬到香港来，那意味着什么？香港的环境就会变成中国一样的环境。这就是一个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愤怒、这么紧张、这么伤心的原因啊！愤怒是什么？愤怒是因为中国背信弃义。首先是背信啊！中国当年向香港人，邓小平当年向香港人承诺50年不变，50年不变，就香港现有的东西全部都不变。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都在变啊，中国在想办法变香港啊，把香港改变过来。这是第一个背信啊，这是愤怒的原因啊。震撼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还是抱有希望，觉得什么呢？觉得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是个会生金蛋的鸡啊，中共呢你就放过他们，让他们就好好的为你生金蛋就好了。很多人是这么相信的，觉得你把这个生金蛋的鸡宰了，就吃一顿鸡肉是不划算的啊。很多人是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就算是这样，他也不同意，不放过你，这就震撼，很多香港人觉得很震撼。还有是伤心是什么？伤心就是香港人真的很可怜啊，就是他面对一个这样的强权，他没有办法反抗，打不过他。为什么？你想一下，特战部队都来了啊，你怎么打得过啊？所以香港人在这件事情上是愤怒、震撼、伤心啊，就原因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交代一下啊。那么现在的形势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啊？那么这一次和去年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不同？
我的判断是这一次的情况和去年的形势又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不同在哪里？不同在美国啊，美国发生了一个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觉得香港会成为中美角力的一个新战场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的这个新版港版国安法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这两者之间有不同之处啊。不同在哪里？3个地方不同。第一，事件的层次不同。去年的其实是引渡条例的一个修订啊。去年的引渡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人的反抗啊，实际上基本上还是发生在香港内部啊。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之间的冲突啊，虽然这件事情是和大陆有关系啊，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件香港内部事务的方面啊。而这次不同，港版国安法是什么？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是什么？这是件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一件中国直接把手伸到香港去啊，这就不是直接伸到香港去把一国两制给摧毁掉，这就不是一个香港内部的事务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国际条约啊，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涉及到大量的外国企业在香港的利益，还有涉及到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因为什么？当你实施国安法的时候，所有在香港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仅仅是香港内部事务了，它就变成一个国际事件。所以两个层次不同啊，两个层次不同。那么，所以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其他国家呢，因为它毕竟发生在香港内部，其他国家可以道义上的支持啊，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很难出手困难啊，出手困难。但是港版国安法不同啊，港版国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涉及到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啊，这个层次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次我认为香港不会孤军作战啊，这是第一个啊，层次不同，两件事情的层次不同。第二，国际形势变化很大啊，大在哪里呢？第一个，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中美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啊，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正在谈啊。川普总统基本上把他所有的事情全部摁下来，他的目的要达成中美贸易协议，这是川普当时的最大的政治。所以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川普就我不碰，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在港版国安法现在的形势又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疫情发生之后啊，中美之间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疫情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甚至直接的白热化啊。那么中美之间目前已经撕破脸。那么中美进入全面的冲突，你看刚刚白宫刚刚出了一个什么？出了一个中国战略与策略啊，一个这样的就相当于白皮书的东西，向全世界表明他要全面遏制中国啊，这是新鲜热辣的东西。所以形势变化很大，原来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啊，美国是要跟中国勾兑，现在是要跟中国打仗，这两个形势不一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利益关系不同。反送中运动，其他国家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利益？有利益，但不直接，间接性的利益。但是港版国安法
那利益就冲突就大了啊。所以你看，在关于中国白宫的关于中国战略的这个报告里面啊，他特别点出来啊，在香港有85000个美国侨民，85000个美国侨民，1300家美资企业啊，他们的人身，你想一下，如果国安法一出来，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都受到威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是有直接利益在里头的。所以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就是，这次美国一定会出手，而且会全力以赴啊。那么，如果美国出手，那么香港人之前的反抗就全部都找回来了，啊！这是，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啊。现在目前我认为现在就是香港会成为中美对抗角力的一个战场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先讲这个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对局啊，这个对局是什么？先讲中方啊，中方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人大会议，现在在北京开的全国人大3次会议啊，3次会议，那么议案没有意外一定会通过的啊。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议案什么意思呢？就会给人大常委会一个授权啊，授权。这是第一个，议案过了，不是马上就发生的啊，它是三个步骤。第一个，通过这个议案啊，这个议案通过之后，等于是给人大常委会一个授权啊，这是第一个动作啊，先给人大常委会一个授权啊，人大常委会拿到这个授权，他就做出一个决定，他选择一个他认为的时间做出一个决定，将国安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这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决定啊，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啊。然后第3个步骤，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公布实施，这就是3步骤，三部曲啊。就是如果中方要进行这个进程，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进程，这个进程可以1天之内发生，就是人大这个刚刚通过，人大常委会马上宣布列入这个基本法附件3，然后特区政府当天都可以啊，1天之内可以发生这件事情啊，它也可以叠断一段时间，就是今天搞一下，明天搞一下，后天再搞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边有3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在这件事情上啊，有3点。第一，这个进程一启动就不会停，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大家不要幻想，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啊！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这个，就是人大常委会开始发生这件事情，一开始了就不会停啊！这是一个国家行为，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方会做很多假动作啊，一会儿有人跑出来讲几句好听的，一会儿有些人跑出来讲，哎呀，不一定会这样发生的，要看看大家的情况，肯定一定会有这样的很多假动作啊，假动作，大家千万不要有幻想，觉得啊这事情可能得看看吧，千万不要有这种幻想。做这些假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有一个目的，就是实施这个进程，不是让这个进程停下来。他一开始他就想好了，我认为这个动作已经部署很长时间了，去年年底可能就开始部署。为什么？你想一下，当初换人为什么要换人？港澳办、中联办换人，为什么换人？我认为可能就是想做这个动作，1国2制不要了，搞不定就不要了，不要怎么不要呢？先把这2人换了，他们中间有太多利益牵扯，不好说，一不小心走漏风声，不好弄。先把这2人挪开，放2个老干部进去，老干部嘴巴严，有原则，大概是这样。我认为大概
是一个这样的思路。可能这件事情去年年底就在部署这件事情啊。所以这3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件事情会不会终止？我们一定不能讲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小到多小？小到你基本上看不见啊。这是中方他们准备做这个事情和他背后的考虑大概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美方，我相信美方在此之前，在人大开幕之前，他们应该已经有消息啊，有情报的了。所以为什么从4月份蓬佩奥就没有停过在讲香港问题？我们其实当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没事讲这个事。蓬佩奥从4月份已经开始不断的在讲香港事情，这一直讲到两会开之前，他没停过，基本上一直在讲啊。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之前是得到情报的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这一次呢，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的了。我们讲几个新闻啊，第一个，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星期五就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推出港版国安法，会影响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啊。声明说，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单方面专横地提出对香港加强国家安全法律一事。美国强烈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灾难性的议案，遵守其国际义务，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制度、公民自由，这些是根据香港法律根据美国法律维持其特殊地位的关键。任何决定如果侵犯受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香港自治和自由，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一国两制和该领土地位的判断啊。这是蓬佩奥的这个声明非常强硬啊，非常强硬。就是其实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谴责这件事情的发生；第二个，告诉你，你做这个动作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为什么？我等一下讲，他其实有言外之意的。他一讲完，中共很清楚啊。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星期五说，我们在密切注视着事态，希望中国尊重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以及高度自治。作为联合声明的一方，英国致力于维护香港的自治，尊重一国两制的模式。软塌塌啊，就根本英国在这件事情上讲的不好听，就是软蛋一个啊。好，我们现在分析美国人啊，美国人手里有2个武器啊。第一个武器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是去年通过的啊，就是在去年在这个反送中的尾声啊，美国通过的一个这个法律，这《人权与民主法案》，它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至少向国会提供一份报告，证明香港保持高度自治，才能够获得美国的最惠贸易带条款，然后确保香港维持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也可以制裁那些妨碍民主法治的官员。它就是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贸易条款，另外一个就是惩治那些妨碍民主法治的官员。这是第一个武器。第二个武器就是香港政策法案。香港政策法就是 Hong Kong Policy Act。 这个法呢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香港政策法确认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因为有香港政策法才有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然后其他国家是跟随香港政策，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啊。
香港才会变成一个全世界公认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啊。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97年香港回归啊。那么回归之后呢，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啊。那么美国国会呢，在92年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叫香港法案、香港政策法啊。这个法案呢，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承诺给香港高度自治，那么美国呢就给他一个地位，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确认的，在这个框架下确认的香港高度自治的地位。所以呢，美国呢就给他一个特殊的地位，就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方的不同的地位。那么承认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从而保障香港现有的生活方式和美资在这个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营商，其实一个这样的法律啊。根据这个法案，美国政府视香港作为一个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对外政策上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对待。区别对待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香港特区护照美国承认，申请赴美签证独立看待，香港可以在美国出口管制的情况下购买敏感技术和产品，但确保不使用确保不当用途，不会用到不当用途。这是一块，就是什么叫独立关税区？独立关税区反映在这些方面啊。然后根据这个香港政策法案第202条，美国总统如果认为香港自治情况不足以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美国总统就有权签发行政命令终止这个法案。所以这个法案是什么？这个法案是个核弹。这个法案，这个核弹的力量在哪里呢？如果美国终止香港政策法，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就没有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好，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香港美国会不会用这个核弹呢？大家猜一下，大家觉得美国会不会用这个？会不会用这个核弹呢？会。为什么不 ？Why not？ 啊？美国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金融中心留给共产党呢？而共产党在里面，本来他是想，我给你一个香港法案，确保你就算回归了中国，你还保持高度自治啊，这是中国承诺的啊，中国承诺的，那么我就保持它不变呗。你现在你想变它，我为什么还给你呢？好，如果我们现在讨论一下问题，讨论什么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把这个核弹打出来，意味着什么？大概有3个后果啊，3个后果。第一个，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存在了。为什么？政治风险。所有的金融资本，他们最不能承受的是什么？商业风险他不怕，商业风险他可以控制啊，我不买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风险它是承受不了的，零承受力，就政治风险。当香港实行了国安法之后，你觉得还会有资本留在香港吗？一定不会的，一定全跑光的啊！那只要美国一取消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这钱全部跑光，这第一件事情全部跑光。如果没有资本的金融中心还有意义吗？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后果就是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
这一点疑问都没有啊！如果美国撤销香港法案，那意味着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就不复存在，那么也就是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复存在。那么原来我们说，原来全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资金链啊，资金链是这样的，这是纽约啊，这是伦敦，这是香港，钱是不停的，一天24小时。美国收市了，伦敦开市，伦敦收市了，香港开市，然后香港收市了，伦敦又我想一下，这时间是这样的，我们要大概钱就是香港是在一个资金链的资金链的当中啊，它为什么有区位的优势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钱就不睡觉，一直在跑，一直在交易。一笔钱在3个金融中心这里跑跑到下一个金融中心，这个收市了，钱跑到下一个金融中心去继续交易啊，大概就是资金可以不睡觉的跑，一直在跑啊。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停了，这个中心就不存在了，那么金融中心不存在了，那么当然本地的资金也会跑了，因为还能支撑这么高的房价吗？当然不行啊！资金外流，房价暴跌，人口流出，大量的专业人士会离开香港，因为在这里他找不到饭吃啊。为什么？那些大量的专业服务是基于什么？基于金融中心的地位，你才有需要这些专业服务。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哪会有这么多专业服务？很贵的那专业服务啊！所以人口就会流出，就会离开香港，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当然是最重要的后果，香港连续汇率将不复存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货币啊，香港实行的是连续汇率，连续汇率的货币制度叫货币局制度，货币局制度100%的货币准备啊，就是它每发行。它跟跟美元挂钩，也就是说每1块钱港元后面都会有相应的美元储备放到那边去，放到外汇储备里面去。那么它是100%的储备，理论上来说，香港连续汇率是没办法攻击的啊，没办法攻击的。但是我们货币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信心。如果香港人都对香港没有信心了的话，那大家都把他手上的港元换成美金的话，那么连续汇率也会崩溃的啊，一定会崩溃的，这没有疑问啊。那么连续汇率崩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经济的崩溃啊。那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取消港元，用人民币，那么香港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的城市啊，它就不再是一个特区了啊，这是一个。那么第3个结果就是东方明珠、东方之珠失去原有的光彩，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分析，如果这件事情冲突到最后啊，中美之间冲突到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看不到其他的选项啊，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金融战打起来啊，中美之间开始在香港展开一场金融战啊。那么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连续汇率还没有崩溃之前，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货币港元被狙击啊。港元被狙击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就直接狙击人民币啊，那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的大啊，这可能会有一场金融战在香港发生。那么这个发生的话，对中国的影响就很大了啊，它可能会对人民币的汇率造成巨大的冲击啊，这是一个缺口。其实在香港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来说它是个窗口，也是个漏洞啊！它有可能，如果要其他的外资要狙击人民币，它唯一的
渠道就是港元，在香港的这个离岸市场，香港的离岸市场是有可能被狙击啊，这可能会发生另外一场战斗啊。但是总的方向来看，如果这件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我只告诉大家最坏的情况啊。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来了，香港人该怎么办啊？现在这个阶段，香港人该怎么办？当然是反抗。这边有两种反抗，一个就是你没办法反抗，你就支持其他人去反抗。那么当然，全世界的香港人都要团结起来去做什么事情？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尽量的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国际事件，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要去这么做，这么做的形成的舆论压力对香港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有一条，对于那些没办法做很多动作的人啊，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家庭的安排，我觉得现在就要做动作。什么动作？趁着现在这些事情还在进程，还没有全部发生，该走的就要走了，该走的就要走了。趁着现在房子还有人买，赶紧把房子卖了，赶紧离开香港。这是我认为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尽快离开啊，尽快的离开。不能抱有幻想，也不能磨蹭，这件事情要尽快的动。就是如果你想离开，尽快走，不要去犹豫，不要去抱有幻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果断的做出一些安排。当然，就是有的人会想啊，那万一到后面又没事了怎么办？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家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好。任何情况下，先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好，好吧？所以这件事情大概我就讲到这里了啊。好吧，那我们下面今天的主题我就讲到这里，好吗？那么今天有5毛吗？我看看，我怎么看的有一个5毛啊？好，今天我们主题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大家一定要多点赞。你知道我们上一个视频遇到什么情况吗？我们这视频有388个5毛来踩了，好在我们上个视频有很多网友在点赞，我们在抵抗这些5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尽量的帮我多点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把这个节目坚持下去啊，越做越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观点、情况、问题，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直播啊，进入互动啊，鸣谢一下，请大家点赞啊，一定要多点赞。我还说一个情况，我们上一个视频从下午5点钟到现在，它的那个流量是没动过，数字没变过的啊，不知道平台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反正就遇到，我们就各种奇葩的问题都会遇到啊，各种奇葩的问题都会遇到。林谢，Chloe， 谢谢 ，Richard， 谢谢。看到香港这样，遗憾、痛心、无奈。现在国内多数百姓的想法是，这是中国内政，中国已经给香港23年了。情况，OK， 谢谢 Richard 啊，JDP， 谢谢。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 Dennis Prager 曾经说过，面对邪恶时，好人常常分3类啊，
抗争者、支持抗争的人和不随从邪恶但无声息的旁观者。不幸的是，多数好人选择了第三类。面对中共对香港的暴行，希望在座的网友不要选择旁观。如果我们不能够无法成为直接的抗争者，尽自己的能力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那些抗争者，包括像王先生这种抗争的声音。追求、热爱和享受自由的人，应该感恩为自由付出甚至上升的人。愿上帝保佑香港。谢谢。是这样的，经常有大陆的网友问我说我们能够为香港人做些什么？我每次都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答？因为是这样，我不能给一个建议让大家面对危险所以我说我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因为大陆的网友如果要做一些支持香港的事情，他会面对一些危险，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是并不是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用心的话会知道一些办法。但是有一点，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在任何时候，首先要确保你们自己的安全你们不要成为牺牲者。首先要确保你们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要讲清楚讲清楚。所以还是要大家所有的人，如果你不能够参与抗争，就去支持那些参与抗争的人，好吗？卢成，谢谢支持香港人民为民主和自由的奋斗，谢谢 Daniel 梁，谢谢王老师好，谢谢老师为香港发声，愿荣光归香港，谢谢 Richard， 谢谢，但愿如王舍所言，香港能获得国际社会强有力的支持谢谢 Sean 姚，谢谢言谈，谢谢提问。王先生，你能解释一下1997年之前香港如何信任一国两制吗？在1980年代，香港除了接受一国两制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香港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这件中英联合声明是英国跟中国签的，香港人有没有给意见？香港没有给意见的渠道虽然香港也有一些代表去跟英国人反映，但是其实其实这香港人的参与度不高。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实际上香港的地位已经明确了所以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有没有变化的可能？当然有变化的可能。如果那个时候香港人有100-200万人上街的话，我觉得香港就可能不会回归了，英国人可能就不会签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了但是那个时候香港人不知道中共说了很多漂亮话，就是这样Jessie 谢谢，阮光能谢谢， MMM 包谢谢， Richard 谢谢。王舍之前的视频五毛和自干五的思维逻辑说得很好，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思考，获得更多大陆人的支持。是的，谢谢你。陈洪涛谢谢，沈义晨谢谢，易苏谢谢。王老师非常喜欢你讲授的风格，每日2期节目必看，会一直支持你，望劳逸结合，平安健康。谢谢你的支持。雪鱼 C 谢谢，祈祷香港平安。常杰西谢谢。好，情况我爱香港，各种原因去过多次香港，最难忘的是几次去郊野公园徒步露营，保护极好的自然环境，无过度开发，不会人满为患，偶尔遇到行山的香港人都会微笑互道早晨。最感人的是一次与香港同胞的接触，是去年反送中期间，在加拿大的大学里参加停港集会，与粉红对峙，我举着自己写的标语，在人群与大家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泪流满面。组织者中一个妹子可能听我唱的不准，知道我是大陆人，默默递给我一个口罩，我泣不成声。观点：20年前第一次到香港，深深的被那种自由和生机勃勃的活力而感动。
现在的香港受到打击和摧残，无论是经济还是民主制度，从此自由港地位不复存在，作为东方明珠的美好城市失去了美丽的光辉，很难过。衷心的希望香港这个美好的地方不要失去它独特的魅力，愿荣光归香港。谢谢。观点向王先生致敬，对香港人争取普世价值在言论上毫不含糊，斩钉截铁的肯定，这是我每天收听和点赞王先生节目的原因，谢谢你的支持。观点小孩2年级了，每周有2节思想品德教育，每期语文书里也有一两篇歌颂老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目前出现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这周回来，女儿说老师要求大家学雷锋了，面对强大的洗脑机器，感觉无力反抗，愤怒也无用。香港如沉沦变成这样，太悲惨了。能抗争的时候一定要抗争。大陆已经铁板一块，香港一定要自由。观点坐标深圳，对香港问题，国内有股深深的无力感，身边全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国家为了国家牺牲个体的后果。我从去年开始关注香港情况，理解大家的抗争，希望香港的民主之光继续点亮，希望大家知道在对岸还有人支持你们，只是因为国内的黑幕无法发声。谢谢，谢谢。观点近20年来，伴随着缺乏法治精神的中国大陆人与世界做生意，让全球商业和政治道德逐渐沦丧，腐蚀了大量海外华人和外国商人。而这种商业道德与基督教精神建立的西方商业文明是严重对立的。魔鬼与人总是走得更近，但上帝不会袖手旁观。去年港人的抗争就是受到上帝的指引，率先和魔鬼在他们渗透最深的香港开战。西方若不参战，就只能等着被魔鬼逐个击破。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对啊！西方国家如果现在在香港问题上袖手旁观的话，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家园也会被击破啊，也会被击败啊。提问 CCP 在这个法案的时候，难道没有估计到国际社会的反应吗？是不是他们已经想好对策了？他们没有对策，他们就是蛮干。我认为是这样啊。他们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中共不就是这样的吗？蛮干嘛啊。提问不提倡暴力抗争，整个香港警察有大量大陆公安源源不断的支援，香港人民要准备长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王先生怎么看？当北京背信弃义，违背他的承诺的时候，我认为任何的反抗手段都是道德的。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面对中共的背信弃义，香港的任何的反抗手段都是道德的啊。提问：香港独立关税区取消对人民币汇率有多大的影响？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如果港元被狙击的话，第一个连累的货币是谁？就是人民币。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去狙击人民币都有可能啊。这两个货币它们的关联度是没有任何两个货币有这么紧密的关联度的。这两个货币基本上在货币市场上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双胞胎啊，双胞胎。所以你要是港元受到追击的话，人民币一定会被追击。同样的道理，如果人民币受到追击的话，港元同样也会受到牵连，一样的啊。观点：英国政府如果还有最后一丝责任和仁慈，就给香港人发一波英国护照，别的他们真的做不了。其实是这样，我认为香港人就直接去英国，哪用得等他发护照？现在就拿着 BNO 直接去英国就好了，没关系的。英国人你不管吗？也不可能不管吧。
我认就是这样，因为香港人根本不用管那么多，直接如果你想去英国的，直接就去英国住下来。我不觉得去英国住下来，我不觉得英国会把你赶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啊，因为它的道德风险，它的道德成本太高了，如果把香港人赶走的话啊。观点在大陆的美资企业的资本金是人民币，所以本质上来说，中国的公司是中国的公司，在香港的美资企业资本金是港币，港币和美元是挂钩的，实质上是美金，想走就走，资金安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你说的是什么资金安全？想走就走，你怎么知道你想走的时候走得了呢？对吗？如果有一天天变了，你想走就走不了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政治风险。金融资本对政治风险的承受零，所以他不会待在一个有政治风险的地方。你说啊，这个在香港的资本，你不用绕那么远，不用绕那么远。你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资金安全完全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你现在看的是没问题，你等国安法实施以后，你看有没有问题？不让你走，你就走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有幻想，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没有用的。在面对一个这样的强权之下，所有的小聪明都不堪一击啊！啥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香港电视上的明星只剩下老人家了，文化繁荣不再。为什么？很简单啊，没人看电视了，都拿着手机呢。所以你看的是错的，你的判断不对。香港有另外一个香港的文化在继续发展，只是你没看到而已。你如果只看到香港的电视，香港人都不看了 ，TVB 都开始赔钱了，你想想是什么情况？观点：那些在大陆赚到钱的香港明星，之前大多数支持香港政府，他们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提问：这次国安法是否会对华尔街对中国的信心有影响？华尔街还会对中国有信心？你以为他们傻呀？华尔街的人多精啊，他对中国没有信心，他很清楚中国是什么，他只是火中取栗，他们更聪明，他们认为他们更聪明，所以他们还是会去中国挣他们想挣的钱。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的问题是问这个嘛？是的，他们不会停下挣钱的脚步。观点：中共从华尔街获得大量的资金，想推动中国的变化，必须切断华尔街在中国的利益。我不觉得，华尔街的行为是什么个行为？利益驱动啊，去中国把资本市场打开啊，来挣钱啊，我们这里很多的机会，那个市场很大啊，华尔街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个生意。但是华尔街它的根在哪儿？它的根在美国，对吗？如果有一天美国开始翻脸，美国跟中国开始翻脸，华尔街赶不回来吗？他不回来，他根都没了，是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有人继续在那儿往下扎，这个没问题，这个会发生。但是我都讲过，金融资本对风险零容忍，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全面翻脸，华尔街也不会去的，因为风险很大啊。提问：东京应该算是全球金融中心了吧？能否简单的比较东京和香港在全球资金链的地位？没办法比，东京跟香港没法比。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香港人的英文比较好，日本人的英文没有香港人好，就是这样简单。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嘛，所以又不是一两天建成的，对吗？所以东京没办法替代香港，但是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你先等发生了再说吧，我现在可不清楚啊。观点：现实发生的这一切，使我想起了近代书法家、教育家、民国开国元勋于右任先生临终作的《思乡歌》。又国丧，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之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伤。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什么是国殇？这就是观点。回应粉红，英国给了香港一套完善的制度，让香港人不受公益侵犯，所以我不需要渴望不需要大头奶粉，不用打假疫苗，不用被当权者打压，满一枚，这些比所谓的国家要来得更重要啊。情况：前几天从单位申请领出护照。单位说近期不允许出国，原则上不建议拿护照。请问王先生，后果之一的香港汇率变动和房价下跌，会不会引爆大陆的汇率和房价的一个影子？看不到。为什么？香港是一个城市啊，中国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除非人民币受狙击。如果港元出现问题崩溃，引发人民币被狙击人民币被狙击，那就是一场金融风暴，那房价也有可能受影响，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做这些假设意义不大，因为这个链条太长了，中间有很多可能性啊。观点：怎么帮香港？可以做的甚少。第一，所在具有关注度的地方和时候，勇敢说出对香港抗争的支持。二，可以做的至少有：一，在所有具有关注度的地方和时候，勇敢地说出对香港抗争的支持；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香港抗争者提供物资支持；三，在个人情况允许的前提下，肉身到抗争现场，直接支援。时刻不要忘记，帮香港就是帮自己，帮后代，帮人类。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的支持。提问：王老师会不会认为香港的学生运动缺乏标志领袖人物，像马丁路德金似的？如果有标志领袖，可能影响会更大。这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最厉害的地方啊！中共一直在抓什么？抓人啊？抓谁？抓领袖啊！但是其实就一直抓不到领袖，这就是这次反送中运动非常到位和让这个当局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啊！香港人的这种素养让这件事情变得可能，就是什么？就是没有领袖，没有领袖的运动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且真正没办法控制的运动。在这场当中，你想一下，香港的警察、香港的这些特警都在找谁呢？找推动香港运动、反送中运动的背后的几个大牌，叫大牌。结果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大牌。为什么？大家一商量，我们今天去那里，结果就去了。大家一商量，我们去贴这个，结果全香港都是，就是这样，没有大牌。所以这就是香港的厉害的地方。你别说有标志领袖，有标志领袖直接一抓，这件事情就灭了，他没有更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牛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情况在国内微信上表示一下支持香港，被无数朋友骂汉奸，他们说香港人是分裂国家罪。我一提中英联合声明，完全鸡同鸭讲，好吧，我们知道了。
观点：中国人一直不明白香港到底在抗争什么。他们不明白，你们就告诉他好吗？观点：大多数大陆人被洗脑，不知道香港人在干什么。我总是希望香港人在抗争时能够尝试着向大陆民众宣传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吧。我觉得这个不能强求，为什么？他们在打仗，啊！我们多多支持他。好，我们鸣谢一下Susan 赵，谢谢柏，谢谢老师好。每天早晨要赖床的时候，都会想到老师说的那句话：人生只在5分钟啊！必须来参加直播，支持香港，谢谢你。Paul 陈，谢谢Shine Shirasu， 谢谢 Smith 林，谢谢支持王老师。为什么有些影片的聊天室只看到自己的留言呢？我也不知道。Harry 峰，谢谢 May 丽，谢谢。提问：为什么英国政府这么软弱？可以分析一下吗？英国政府软弱的原因是他手上没有牌，他手上没有，美国手上有东西啊，香港法案，包括这些，包括其他领域啊，美国可以到香港和中国进行对决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有实力啊，它有实力啊，它全球 No.1 啊。那英国还是不行，英国的实力还是不够啊，这主要的原因还是实力不够。他实力够的话，他也不会客气的。当年阿根廷占他的福克兰群岛，他二话不说派军队就把他给打败了。那么当然他现在没有这样的实力，他派军队直接把解放军打败，把香港要回来。他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实力啊？为什么？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啊。当然，现在你说英军跟解放军打不好说，真不好说啊，谁能打死？但是你总不能够赌一场国运吧，对吗 ？Kevin 普恩，谢谢 ，Ivy 刘，谢谢，抗议共党非法暴行，支持香港自由，谢谢 ，Harry 温，谢谢 ，Rick 赵，谢谢，王先生汇报个情况，北京的消息要全面介入香港的教育和司法，现在已经开始介入了，早就开始介入了，香港的教育早就开始介入了。Grace Green， 谢谢王老师，我完全理解您说的，能走的就赶紧走。但我也在想，如果有能力走的都走了，剩下的人会不会更无力抵抗？我是这么觉得啊，香港不是10个8个人，是几百万人的城市啊。我刚才跟香港人讲，如果能走的尽量的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不要陪葬嘛，是吧？所以我不能够要求大家，对于反抗这件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鼓励大家去反抗，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是吗？如果作为一个主播，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对于香港人来说，最好的安排是什么？我就认为能走就尽快的走，好吗？能理解我说的这个话吗？廖双双，谢谢，好久没有赶上直播，其实一直有之后补功课。王老师是真男儿，你的善良、坚持、良心、专业和勤奋令人鼓舞，你太棒了，谢谢你。Jack Hang， 谢谢。Aiden 梁，谢谢，请王老师喝墨尔本咖啡，周末愉快，谢谢你。金掌柜，洛杉矶之夜，谢谢，支持一下王先生。香港于世界或者是亚洲是独特的存在，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则香港就失去了独特的魅力。支持香港，支持身边所有的香港朋友，谢谢你。老 KJ， 谢谢。为先生的动情而动容，支持香港，先生请坚持，真男儿，谢谢。Casper Lin， 谢谢。提问题，如您所说，国际的资金流，亚太时区需要一个金融中心，不敢奢求国际社会出于道义援手，但盼望哪怕出于利益的驱使，也有所行动。
那是否进程如脱钩一样？下一个亚太金融中心在哪里？新加坡？等发生了再说吧，好不好？W Polar Bear，谢谢 MM 包，谢谢。香港，你不孤单，有神看顾你，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为你祈祷，还有很多有正义的良知为你发声。加油，香港！谢谢 Aziza， 谢谢。支持王老师的节目就是支持香港。王老师加油，香港加油！谢谢 Jack Hall， 谢谢。王老师有没有感受到英国以及欧洲国家骨子里都有点反美的？英国对香港表现出的无力感让人遗憾。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不是反美的啊，他们特殊的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关联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这是第一个。欧洲国家，跟美国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欧盟的成立其实就是为了对美国的反抗。就说欧洲国家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美国实在太大了，它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美国相处，那就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跟美国相处。所以这个问题，欧盟的成立其实是对美国的一个制衡。所以这不是骨子里的，它其实就是美国太大，我没办法跟你相处，那我们就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是这个意思啊。英国的表现也不完全是一直会这样。我认为，当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国际事件的时候，英国人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啊。为什么？那道德成本太大了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国际事件。那么英国人也会参与进来的啊，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的话，站在美国身边的话，那这个力量就会更强大啊，会对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啊。Aaron L， 谢谢支持王舍，王舍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真相，谢谢啊。产 Tiger， 谢谢商，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香港。Crystal Bell， 谢谢。MMM 包，谢谢。梅丽，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为正义发声。Aaron L， 谢谢。QZ， 谢谢。香港加油，挺住，会有曙光的，一定要抱有希望，非常对。我不赞成有些人跑出来讲啊，香港已经完蛋了，香港已经怎么了，香港一国两制是崩溃了。我不希望有人开始跑出来讲这样的话，为什么？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所以我不希望听到那些丧气的话。我们要加油，要鼓励鼓劲啊，要怀有希望，要抱有希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不希望我表现的软弱，我也不希望大家表现的软弱啊。我为什么今天表现这个样子，就是我不希望大家仅仅是悲伤，我们还要奋起，这就是我今天这种表现的原因啊。Bob， 谢谢。陆崔莹，谢谢。Stacy 李，谢谢。2020年充满伤痛、动荡、未知，但是2020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看到了王老师的节目，感谢你，感谢你的肯定。Elsa G， 谢谢。这几天不大敢跟直播，太难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大陆长大从来没有去过香港的人，对于香港的遭遇这么痛心。看了台湾总统的几次演讲，言之有物，真正为民，真羡慕他们能有权利可以选出一个好总统，希望一切都好起来。是的，林志宇，谢谢。王先生辛苦了，祝你和家人周末愉快，谢谢。Christy 赵，谢谢。既然你是香港人，就没有必要每次说他们香港，对您来说应该是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人顶住。好的。George Alexman， 谢谢。香港是全世界普世价值的港湾，也不是不能
不是也不能是 CCP 的金融箱。王先生辛苦，谢谢你，香港加油，手足万事小心，谢谢 FGDD， 谢谢王先生是香港人，对香港的解读比其他人到位。200万港人上街时，他也激动。现在对香港和日本金融中心的评价令我佩服。我居港超过40年，觉得中国人很蠢。这么一个多处在世界上领先的金融中心，人家求之不得，而我们却不但不去珍惜，反而天天在折腾它、抽打它，令它浑身伤痕、体无完肤。大家于心何忍？不是中国人蠢，是中共蠢啊！James Man， 谢谢。我还是要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情绪放下，我们要抗争，要争取大家的支持，我们要理性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不能仅仅是悲伤啊！我因去年曾经为抗争辩护被踢出群，还好还有好事者5毛在我所在的同事群到处污蔑我是汉奸港独 CIA spy， 现在移民国外，国内的环境太可怕，一个个都疯了，不得不离开。后面的这片土地潜在的灾难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承受不了的，不要 take chance 啊，非常对 James， 你做的正确的决定。Rick 赵，谢谢，顶住香港。金峰，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请大家保重自己啊，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